喂，熊总啊，姓林的猎头来电话，约晚上吃饭。又出现了，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得请示啊。那你去请示郑总啊，你跟我说干什么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人约郑总要向您汇报。会成功，我再跟你重申一遍，你这个蠢货！我说的是女人，有女人约谈，你跟我汇报。那是我一时糊涂，我蠢货。你少给我装糊涂！你这电话不是打给我的吧？是啊，哎，熊总，不好，有警察哈，我先挂了。会成功，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熊总，你自己听吧。哟，这不算侵犯隐私啊，给你听的不算。晚上去看电影呗，去离你家近的电影院。一边儿去。两位老总一直在客厅亲热，我没地方去，要不宵夜我请客。臭小子把我们都打进去了。一边儿去。你看看你这个人，我车接车送，你又不用受累，我就不信你在家待着有意思。可以啊，公车私用。一边儿去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来这上班之前就乱搭上，之前你们就认识啊？就是在面试之后，他跟我打过电话，说要跟我聊一聊复试要点。呸！我们什么时候有复试啊？我那时候哪知道啊？那他约你了，你去了没？我说一边儿去。干得漂亮，女孩就得矜持，就得给她制造点难度啊。夏部长这一落马，周围的人全慌了，全都是3不政策：不出门，不见人，不接电话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夏的秘书显赫，妹夫秦正义加上罗一人，肯定是都进去了。多少天了？上周2，十几天吧。如果仅仅是协助调查，也该出来了。谁说的呀？这才10几天，调查不是喝茶，都是风暴中心的人，哪儿这么容易啊？关键是看罗一人在中宝传媒的经营上有没有违法的行为。有没有都不重要了，中宝的来历说不定就有问题。这么大的公司，旱地拔葱就起来了，罗一人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国企的项目排着队的上门，图什么呀？山谷是命好，纽交所上市之前还跟中宝谈并购呢，幸亏没谈拢。小道消息说，孟董事长是收到罗一人触礁的暗示，随后山谷才宣布并购失败的。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传言，如果并购成功，那罗一人岂不是贻害山谷？我认为罗一人和孟子敬不是没有谈成，而是他有先见之明，退了。一人骨子里是仗义的。哎呦，看来你跟罗一人还有感应啊，还是遥感。我们总部负责金融的说，他确定罗一人是事先得到了夏部长的负面风声，估计在劫难逃，因此大义理拒了孟子敬。记住，我们总监用的词是大义理拒，你用的是先见仗义。看来事实或许如此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罗一人他再会做生意，也不会是掉进钱眼里的人。
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出钱帮过我2次，都不少。凭你俩以前的关系，这都正常。不，有情有情，就能够慷慨相助了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现在更多的是反例，是反目成仇，人走茶凉。罗一人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负责奸计、穷则独善的人。看来风情火热的熊青春，还是赶不走你心里那个罗一人。明白你是清楚的，我心里有熊青春，但这并不妨碍我评价罗一人。我在北京的关系都废弃了，我也不知道该问谁。你还是帮我打听打听他的消息吧，我心里确实放不下。不会的，我也很关注他。有一单生意，你考虑一下，1周之内不必回答我啊。你的出现总是给我带来异常。哎，熊总，就他们2个人，看样子聊得可投机了。吃过饭了吗？我吃了，你吃了吗？需不需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回去？不用，我也吃过了。好的，熊总再见。这件事情的来源，来于一家移民顾问公司，他们找到了袁总。也就是说，我卡里的第3方补贴是这家移民顾问公司给的。正是，当时保密，现在不是秘密了。不是秘密了，但还是你的个人隐私。明白了，我也在为这家移民中介公司打工，只不过是秘密打工，而我给地中海银行工作是公开的。你的阐述更清楚。我一直以为第3方补贴是因为税的事儿，现在看来我错了。也没有错，这只是商业运作的技巧而已。这家公司不会白给我钱，现在是不是要偷底了？我想跟你谈的正是这个事儿，小李。请。这家移民顾问公司的母公司背景很大，你知道，现在做服务这块的信息数据是至关重要的。要我在地中海银行盗取数据？既然谈话的顺序被你打乱了，那我就把前言省了，从中间开始说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服务的地中海银行数据库里的很多数据也有从别处盗取，这类机构全算在内都有类似的操作。你说盗取，显然是用词不当，我们暂且就先用这词儿。各家数据汇总在一起，这就叫平台。在整个消费服务的格局上，信息、数据、资料，都是在很多正规严谨的机构中滚动，越滚越大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这对客户来说是好事，说明潜在的服务层面在丰富，服务团队在扩大。坏就坏在，这些数据落在了不法使用者的手里，就成了丑闻。315晚会看过吗？1亿5千万中高端消费者的信息像蒲公英一样在天上飞着，真正在行业平台上运作的都是默契的、严肃的，当然也是司空见惯的。不是盗取，那我的行为算什么？资源共享的一个环节，数据转移。这种说法不能说服我。那只能说明你这里还有好坏对错的框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要说的是，你这个框框太陈旧了，不适用于今天的经济法则。把一组数据转移到别处，
是今天商业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的事。像商业间谍一样。你 out 了，邱董，你在说什么？商业间谍？你即将要做的事情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坏处，只会带来更多更潜在的服务。何为间谍？一个拿到哥大 offer 的留学生，被黑中介勒索，被签证官刁难，始终拿不到签证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告诉他赶紧去使馆办签证，别耽误了开学时间。你知道这个电话谁打来的吗？你知道那些人从哪儿得到的孩子的信息？帮助这个孩子的机构不应该得到更多的信息吗？明白，你别激动。怎么讲起大道理了？你说这些无非是要告诉我，盗取有盗取的高尚之处。我问你，帮助那个留学生的是慈善机构吗？他们不收费吗？不是慈善机构，当然要收费。这些服务是有成本的，就像别人付钱给你是一样。你说这些话就是要我相信，我把这些资料盗取，我把这些资料转移出来是在做好事儿。资料的主人会这么认为吗？终究会的。我怎么认为就怎么说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是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知道，林白，商业法则有时候不是用道德判断，商家对商家就是甲方对乙方，利益当先，不存在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。我问你，我为这家中介机构进行数据转移，这总是违法的吧？你不违法，你拿的是新锦城的派遣合同，要违法也是他们违法，你只是违背了地中海银行管理条例。明白了，留着后手，为了保护我。先不说了，余地总是要留出来的。改天再聊。我相信你已经放弃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最后，听听报价总可以吧？我说过1周之内，你不必要回答我。可以。 60万的30%，是给我个人的。你直接所的年利润是多少？明白。我去银行工作，是为了给自己攒一份履历，没有想到会成为一枚棋子。别老往灰处想啊！地中海银行这份工作，你要是喜欢就继续去做。 没有任何人会妨碍。即使有人在别处看到了你转移出来的数据，那也是和无数数据混合起来的默认程序，就像一滴奶滴进了泳池，瞬间就无影无踪了。只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客户们享受着送上门来的服务，当然是有偿的。你的山洞还欠火候，没有完全鼓起我的勇气。 没完全，那就是有些心动了。普罗米修斯，这总能理解吧？在全世界各种版本的翻译中，它都是盗取火种。谁要是把盗取换成获取这种好听的词语，那必定是不文明的书写，不是吗？你笑什么？ 看你现在煞有介事的样子，让我想到了过去的自己。嗯。再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我走了。跟着他。 看他去哪儿，跟上他，看他去哪儿。
现在我们买房钱还不够呢。管他呢。郑总，我回来了。熊总好。他去财富大厦了。过程中，醋难免会挥发。没回注说。在出锅之前，没有。一点点醋会增加醋香，口感更好。糖醋排骨这道菜就给您介绍到这里。好啊，只要是没说 no， 就说明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哪种人啊？杯弓蛇影的人。哎，你报告里是这样写的啊，郑秋冬不是思维缜密的人，但他具备高学历创业者的基本特征。他是思路异常的人，他的创作思路轻专业而重偏门，去尼泊尔做虫草生意，广西做过传销。假身份闯荡北京 CBD 等冷门选择，这些令人费解的奇异行为让他吃尽了苦头。他现在变得异常小心谨慎，唯恐重蹈覆辙，甚至可以说是杯弓蛇影的人。你认为我的这份报告不够精准，结论有出入？没错，所有吃饭喝水的人都是妥协的接受者。从凡夫走卒到富商大儒，人在现实里都是肉皮党。菜市场里走一走，公交车上挤一挤，再自律清高的人，也会有何必如此的逆反心理。我跟他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没有虚的。他虽然没说 no， 但也没说 yes， 还是谨慎到牙齿的人，说他杯弓蛇影，一点不过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让他拷贝的客户资料是没戏了，可以下结论了。50%没戏。林拜啊，你呀，总部有人说你是混世魔王，我看你是太书生气了。为什么不能说是50%的希望呢？你要是落到索尔手里啊，会天天挨骂，他会咆哮地说：“我们必须自我打气，必须自我感觉良好。”我看自我感觉良好的不是索尔，是你吧？随你怎么说。哎，你报价以后他的反应？应该说报价一出，他有所触动，但没说话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看来他还是一个朴实的俗人。杯弓蛇影的人，这个时候会跳江起来，叫喊着“不”。他是见过钱的人。哈。这18万啊，咱们就先放在旁边不说，就说一下这个资料外泄的事儿。这搁在几年前，人家一听说资料外泄就大惊小怪，这还情有可原，不懂嘛，萌萌害怕。那搁到现在一看，这有什么呀？哎，我俩的资料还不知道多少人手上攥着呢，损失什么了吗？反正我没有。那就算被人利用了，那无非也就多几个骚扰电话而已，那也是利大于弊啊。利大于弊，有什么利可言？资源共享啊！我们只有变成资源的份儿，哪有共享的份儿啊？让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共享，他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约定啊，就这么共享。我把利都赋予了你，把弊留给我自己，能接受吗？怎么想的呀，熊青春？爱人精呢？你知道凯文瑶吗？他就是做类似的工作。在英国偷东西啊？再次报告啊，会议卧室以后就听不清楚了，反正还在争论。郑总说了一句他不想当卧底，吓了我一跳。他会是谁的卧底啊？
哎，想出来宵夜吗？卧底不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吗？郑总会是警察？警察不可能，但是他去那家银行很可能是有目的的。哎呀，越说越紧张，走吧，出去吃宵夜吧。一言而去。凯文杨，杨凯文，你前男友神神秘秘原来是做这一行的。不要看不起这行，这行也有正经银行，学名叫 CI， 也叫 BI， 也就是做情报搜集的。英国大部分这种企业还是属于中等水平，主要做一做数据分析。少数企业已经进入到了高端 CI， 开始做数据挖掘。凯文杨说过了，中国企业还是比较落后，现在大部分都还停留在报表阶段。竞争情报啊，中国也有人开始做这行了，我感兴趣。凯文杨具体是做什么的？分析师，级别挺高的那种。他说啊，他们好像能拿到各种机构的数据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，高度机密的，真的。什么银行交易啊、专利走向啊、各种会议备忘录都可以成为他的案头资料。怎么来的？我估计就是雇佣50个像你这样的人弄来的吧。你看，对个人安全、对社会祸害，这都是研究素材，早就已经上升到科研层面了。看来你是主张我接这单了，不惜搬出前男友来助阵。你现在需要 open，you know， 需要现代观念的冲击 ，OK？ 我听明白了，我老套，他现代。那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18万吗？哪那么好赚？这才是你的心里话。本来嘛，18万呢，你们今天看的那套房子，我买下1/10呢。大厦安保监控系统我已经检查完毕了，我一会儿再去顶层看一看。刘理，正好，来。AP 总裁突然要去夏威夷，驻有商事的项目可能要重启，让我去做翻译，下午去周末会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是这样，法澳商贸财团派来的代表，对，就是你去机场接的那位 Mrs. Smith。没错，法澳财团正在和咱们银行共同开发一组新的理财产品，这个暂时对外要保密。史密斯女士作为代表和行长正在谈判，我的电脑里有份预估制的文件，她明天必须要看到。你全程陪同她看，只许看，不许复制。我陪同。陪同监督。我办公室的钥匙、电脑密码和文件名，明天早上9点钟我会发在你的手机里。郑经理，早。
沈局长，这一点您尽管放心，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制衡机构。法国有金融审慎监管局，它会对所有的支付机构进行监管。您说的这个机构应该在登记表上注明，这样孩子过去就一目了然了。您看第3页的左下方 ，ACPR 就是这个机构的缩写。哦，就是这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别玩了，走吧。路易斯，这么小的事情自己来就好了，还劳驾你妈妈跑一趟。他愿意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啊，班上啊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还有别人吧？对，我的上司想见见你。好啊，时间不能太长。干啥？好，把那灯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小妹子尊旨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地中海银行的郑秋冬先生，这位是我的上司，特惠专列杭州办公室副总袁坤袁总。袁总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好记性，过目不忘，是见过，在新景城面试考场。袁总那天怎么会在那儿呢？业务考察。哎，坐吧。微笑，2、3，下一个，那边写去吧。看我这里，头抬抬，好，1、2。有人对你们银行内部的局域网做过研究，请慢用。结论是，可以通过一连串不起眼的链接，把数据存放到一个位置上，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我可以找人教你操作，操作记录上不会留下丝毫痕迹。说实话，钱是有些打动我，但是我还没下决心。郑先生，你很清楚，有一些人他们城市发展，成的是职位优势，还有一种城市是位置优势，就像现在的您，我们可以说服您的雇主，再相应提高报酬。好像所有人对这样的事儿都不屑于认真，我是不是太迂腐了，袁总？我吃过苦头，无论做什么样的事儿，我都会按照能被发现去考虑，我不想做怕被发现的事儿。怕被发现的事，并不意味着是坏事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永远不能被别人发现的事。保密是商业社会的常态，我们可以为你做到保密、保护、保底。知识产权、商业合同、信用代号、密码，都是不能被别人发现的事。商业手段也是这样，
不能让人知道。我们尊重保密意识，也尊重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的规矩。我看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现在该聊的，不该是什么道理，而是信任。不过说实话，邱东，像这样的事情，全世界的商圈随时都在发生。不久的将来，它会成为理直气壮的共享机制。现在你还能得到18万的报价，甚至更多，那以后呢？或许就是免费的一项义务。您说的那组链接一定会留下痕迹，肯定会的。U 盘不用考虑，内网禁用 USB 存储。对，但是被授权的 USB 倒是可以访问。钱怎么付？你想怎么付？你给我现金。OK， 一次性付清。你再让我想想。Come on！ 填完表格的把表格交给我，去那边照相啊。听好了，都按我手里这个表格填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问我，好吧？好，注意秩序啊，排好队。那个多少衣服？哎喂，请问是梅兰律师事务所吗？是，请问您找谁？啊，我找钟怀兰律师。您是哪位啊？我是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，有些事情想要咨询一下钟怀兰律师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钟怀兰钟律师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啊，我是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，我叫何雪琴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按照合同啊，我们跟中宝传媒有一台晚会的合作协议，但现在都应该要进行筹备了。那我们筹备组呢，又就怎么又找不着那个中宝传媒的罗伊人罗总。我们从那个官网上面啊，就查到了会所跟您的电话，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一下，这个罗总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他呀？罗总最近身体不好，不便联系。公司的经营管理暂时交由薛路副董事长代理。因为有些事情都是我跟罗总口头商议的，你要换做别人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清楚。那麻烦问一下罗总，大约什么时候方便呀？对不起，这不是我们的业务，我不清楚。这里是律师事务所，具体的咨询事宜，请你跟中宝传媒的办公室联系。再见。哎，那等一下，我再问一下那个罗总，他生的什么病啊？知道了，你要怎么样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去北京看望一下他呀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实话，罗总他就没有生病，对不对啊？我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前面说过了呀。我想与你视频交流，我们可以加个微信吗？算你狠。事成之后，你还想在地中海银行干下去？你的 case， 我们特惠专列愿意接管。新景城毕竟太小，我们可以为你做未来的发展设计。你帮猎聘网做的行政总厨那单，我们都知道，专业是。这事儿你们都知道。看来暗地里发生了不少事。特惠专列是猎头大佬，我的案子不值一提。不好意思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前那罗艺人出事儿了。他不是一直跟夏吉国绑着吗？姓夏的这回出事了，网上都报了，他肯定也脱不了干系啊。我看他们公司网站上面把他名字都给删了，就刚才的事儿。我在忙呢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跟我提他了。
你别管我老说你傻，你干嘛老听他的事儿呢？行，我贱骨头行不行啊？我不是看这是大事儿吗？哎，算了，晚上我跟小雅去做 SPA，人送的券，你自己吃完饭吧。挂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又不许说我傻了。我媳妇儿，这事儿熊青春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啊，你说银行那事儿？我猜你说过。对，我跟他商量过，他同意了。他和你们的看法一样，不认为盗取数据算什么事儿。女人是直觉动物，该相信她。好吧，我试试。您好，您是方月军方科长？我是。我是梅兰律所钟怀兰，罗伊人的律师。跟我走吧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没有镜子，我看着很憔悴吧？不，高冷，还是女神范儿。在这儿听这种话，刺耳。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见面。人生无常。好在你的定性没有变，我询问过了，还是协助调查。伊人，谢谢你的信任，让我做你的律师。别客气，人生无常。材料都看了？看了，吓了我一跳，以为我看错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没跟夏季国结婚。我对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跟他结婚，都是别人传的。我知道有多少人希望我跟他结婚。一看我都傻了，配偶栏里写的还是邹旭平，原配，真是瞒天过海，怎么回事？很简单。我认识夏季国前，他就跟他老婆提出离婚。这个邹旭平，你不得不服，在家关着门哭了3天，在分得大量财产后，就跟他离婚了。离婚后你知道吗？不愧是财政局的高官，账算得清。办完离婚手续的第2天，他就要闹着复婚，说后悔了，在家喝药自杀。被他女儿救了下来。离婚前不闹，离婚后要死要活，既要财产也要人。对，先拿到分得的财产，再闹复婚。这是他撞大运，复不了婚怎么办？要不说是高人呢。邹旭平找到我，说他握有老夏受贿，在邝启南案谷财产转移海外的证据，要他3更死，他就听不到鸡叫的声音。一出闹剧，让我劝夏季国妥协复婚，接着他女儿又来找到我，娘俩配合的珠联璧合，让我死了嫁入豪门的心。他妈妈为了他和那个家，会拼到鱼死网破。当时他俩离婚的事儿，向有关部门汇报过，消息就慢慢传出去了。老夏面临提拔，
正在接受审查，根本经不起邹旭平这么闹。那个邹旭平，当初如果不闹，你会嫁给他吗？